在要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，离2024年还剩30天，我也踏入断舍离的生活第7年。在练我们家冰棒的时候，我问了G，你觉得断舍离你到了什么？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家里变得东西比较少，好整理，吸地板的时候啊，也觉得就是整个那个过程很轻松，感觉空间比较大。这些优点相信也是大家断舍离的初衷，但是断舍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整理物品，更像是一场探索自己，不断代谢旧的我，更新成新的自己的旅程。从一开始的怀疑还有抵触，到现在对于断舍离的体悟，这7年我经历了自我质疑啦、否定、接受这个生活方式，再到遇到各种关卡、各种魔王的考验，让我觉得自己好像走了一遍 Joseph Campbell 说的英雄旅程。在留与舍的历程里，我发现原来断舍离并不是限制我们自由的咒语，它反而像是一种超越处理杂物的生活智慧。这7年来也带给我原本无法想象的启发还有改变。今年复盘之后才发现，原来这7年的断舍离带给我比空间变大、杂物变少更宝贵的宝物。在这7年断舍离的旅程中，第一个我找到的宝物就是找到了自己的力量。断舍离刚开始的契机主要是满屋子的冗物，并没有办法带给我幸福感，还要因为这些冗物多租了一个仓库，本来应该要给我幸福感的，反而变成我的负担。对于一个曾经购物狂、恋物癖的我而言，现在想想就像是把物品当成了主角，过多的冗物没有带来幸福感、满足感、成就感。买了以后总是为了某个节日而舍不得用，用不了了又舍不得丢。7年前刚好也是我经历人生低谷期的时候，那时候 Marie Kondo 在美国正红，让我非常向往那种把家里整理得明亮啦、井然有序的感觉，好像透过清空这些物品，放空自己，也可以得到所谓的幸福感。那时候的我好像急需一个谁踏着七彩祥云来拯救我失去无章的家。转身看到满屋让我阿杂的冗物，再看到 Marie Kondo 使用的收纳产品，那些收纳产品在我眼前闪闪发亮，感觉它们就是我的救赎，它们就是我的七彩祥云。但是买了无数收纳产品，踩了无数的坑，家里的冗物也没有少，因为我自己的 mindset 没有改变，所以该乱的还是乱，多了很多不适用的收纳产品，而每一个不适用的收纳产品对我都是一种打击。看到这些我本来以为是拯救我的神物也变成冗物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崩溃。但是收纳产品并没有错，错的是我的惯性依赖。在还没有改变我的心态之前，我就疾病乱投医，以为每个收纳产品都可以给我带来喜悦、整齐与幸福，以为这些收纳产品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的 joy， 没想到来了一堆 Mary。但是现在想想，其实我是把承担错误的责任还有救赎自己的能力一手让给别人了。那时候的挫败也让我隐隐约约感觉到，或许让家变好的力量其实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上。收纳产品并没有神力，也不是让家一夜变干净的七彩祥云，只是那时候没想到的是，其实最需要整顿的竟是我自己。物品也只是服务于我现阶段的状态。除此之外，我也深刻的体会到，不愿意给自己犯错的空间，其实也是把变好的力量消极的交出去的一种形式。掌握了自己生活的主控权，我发现我才是小宇宙的主角。这也是我得到的第2个宝物，尊重异己。接下来我开始大刀阔斧的丢啦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丢红了眼，对于购物我是十分有罪恶感的，觉得自己不配，珍贵的东西我也舍不得用，总觉得要等到某个特别的时刻、特定的时间，我才有资格因为那个时刻而享受。虽然大刀阔斧的丢，但对于亲友赠送的物品，还有我收集很久的香水啦、杂志啦、布料等等，即使我觉得这辈子我都用不到，味道也变掉了，还是舍不得丢。那时候我还很困扰的就是极简主义，就是要丢多少样，然后留下了多少件物品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做实体的艺术品，又还是热爱服装设计，还是喜欢衣服的触感带给我的喜悦。我也喜欢尝试各种穿搭，兴致来的时候我还想要自己做衣服。对于把身边的环境变美，还是充满了创作欲。看到制作用心的杂志，我还是想要带回家收集。万圣节、圣诞节、新年啦，这些让我感到很幸福的节日，我还是会想要在千篇一律的日子里，为自己还有我爱的人举办一个共同的仪式，营造幸福的氛围感。断掉这些兴趣还有业余的嗜好，那我是谁？
可是有那么多工具、纸还有布，我还算是过着精简的生活吗？不过，难道断舍离就是要让人斩断七情六欲，做个无欲无求的人吗？因为问不到山下英子本人，我只好又重听了他的书。他说断舍离其实非常简单，只是以自己而不是物品作为主角，去思考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，不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就立刻淘汰或者是送人。而所谓的断舍离，其实就是透过整理物品了解自己，整理心中的混沌。这段话也让我咻茅塞顿开。我再次提醒自己，以这两个为标准，那我才是自己宇宙的主角，我只需要按照着自己的标准而生活。断舍离本来就不是极简或者是精简，它是一个借由整理杂物探索自己的方式。断舍离也不是任何人给我的标签，我就是我自己。就算每个人都要有几个标签的话，那也应该是我自定义的。我的小宇宙的物品还有标准都是服务于我，所以留下多少物品，丢掉多少东西，业余爱好的物品等等等，这些都是我的规则，都是我定的。只要我喜欢，他们的存在就合理。断舍离是给每个人衡量自己生活是否需要调整的一种生活智慧，让生活更自在的方法，但不是捆绑的紧箍咒。断舍离让我断掉了偏见、单一价值观还有执念，更能以开放的心态尊重与接受跟我的选择还有想法不一样的人。我跟G对于生活理念、价值观等等都还蛮契合的，像对于透过断舍离检视自己的生活，我们也都非常认同，所以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跟精力跟他周旋，反而他比我豁达很多，我想我是幸运的。但断舍离带给我的好处，我也曾经很想要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想要说服身边的朋友、家人使用这种生活智慧。但后来我体会到，人其实是很难改变的，除非自己想变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值观体系，那我又凭什么因为自己觉得好、适合我的，就需要人家认同？同样的，今天如果有人告诉我是丢太多是浪费，保留太多在家是冗物，诸如此类的建议，不论他是带着善意还是怎么样的，我也会很想要问他，你是谁派来的间谍？我想说的是，世界很大，但是没有一种生活形态是绝对正确完美的，只有最适合我们自己的。如果那个所谓完美的生活无法服务于我，那再完美也不完美。断舍离让我得到的第三个珍贵的宝物，就是放下执念，往前看，代谢旧的自己，让自己不断更新。之前有人留言问我丢掉的东西，有一天需要的时候发现后悔了怎么办？老实说，这个状况发生在我身上很多次。就拿最近的一次来说，我前阵子断舍离丢了一双灰色的球鞋。当初会想要断舍离，就是因为它不好配衣服。会后悔是因为有一次在找灵感的时候，看到有人一整身灰配一双灰色球鞋，真的很好看，就想起了自己断舍离的那双灰色球鞋。那阵子我心如刀割，一直想着如果没有丢该多好。我也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应该再断舍离了。所以对于这个问题，我真的认真思考了非常久。经过几天的复盘，我梳理了一下自己的纠结的点。当初会想要捐赠那双球鞋，就是因为不好搭也不常穿。现在后悔是因为看到别人搭的好看，也不是一定要有，想要有只是想到自己曾经有过，想着自己搭起来也会很好看，所以有冲动想要有，这个冲动会过去，但冲动购买的物品会留着。当初会想要断舍离的因素也还会存在，再一次断舍离。过去没有办法改变，但我们可以记得这些情绪还有试错的经验，向前看，新的机会永远都在前面。而我也应该保留一些空间，与时俱进，接受新的知识，让自己不断的成长。我常常在舍不得丢与舍不得用的两端挣扎，我体会到或许是我对自己的疼爱不够。现在我也不认为因为当下的需求购物，或者是在一般时间使用我认为很珍贵的物品会很有罪恶感，但因为断舍离的时候确实丢了很多曾经花钱买的东西，也是因为后悔心疼这些负面的情绪，让我了解到冲动购物之后只能给我的脑袋制造多巴胺，带来短暂的快乐。这种快乐也会像粉红泡泡一样，很快就消失了。接下来就只能用更强烈的行为，才能带来那种虚幻的快乐。就像是减肥期间，明明知道不应该点波霸奶茶，但却想要满足自己的口欲，
喝的第一口很开心，但喝完就像空掉的杯子一样空虚。于是我得到了对我很重要的第4个宝物。其实断舍离也是自爱，而自爱其实是需要自我克制的。断舍离之后，我们更精选带进家门的物品，因为选了这些物品，他们会陪伴我很久，而我也需要拨出时间精力照顾打理。所以为了我宝贵的精气神，还有时间，还有金钱，我需要克制自己的冲动。现在不论是选物还是舍物，我都学会给自己一点缓冲的时间、空间，给即将要舍或者是要选的物品。其实就有点像极简的美学，美的呈现是需要艺术家的克制与筛选，因为自爱也舍得使用，舍得筛选，精选带回家的东西，为自己的家营造一个舒服的环境，舍得使用物品，而不再是为了某个时刻或场合，而是为了自己。据说人体的皮肤细胞每28天一次更新，每120天红血球就会进行体内循环，产生新的红血球，维持血红素的水平。蚌壳受到异物的刺激，会分泌一种珍珠质的分泌物，每天大约会分泌3到4次，大约2到5年后就会形成宝石级的珍珠。纪录片的 Biggest Little Farm 里面的农场专家说，要达到土地、庄稼、害虫、益虫平衡的生态圈要7年，而我在断舍离的这第7年得到的第5个宝物，就是我慢慢拼凑出自己的样子。也因为这样，遇到了来看我们频道的你们，在频道满1年半的日子里，我想要煽情而且感谢的谢谢自己，还有每一个支持我们频道的你，你们也是宝物。在这7年里，我得到了比减少打扫时间、居家环境整洁、空间变大之外更宝贵的东西，跟你们分享。你们呢？你们从断舍离得到了什么？期待你们留言分享，也感谢你们宝贵的时间。